的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，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古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，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想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要个性，却不知什么代价。理想再大，也只是空话。激发。大哥，那我交给你看，什么来的？这是毛毛的 DNA 报告。他跟爸的 DNA 吻合，他很有可能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弟弟。记得吗？那天大哥，要在里面冲凉啊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啊，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吧？怎么可能是开玩笑呢 ？DNA 检验是很准确的。可是无缘无故，为什么你会去验他们的 DNA？ 记得吗？那天机器坏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不知道怎么办。他突然间说我们家里有个大铁锤，而且铁锤上面印有“喜记”2个字。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家里有这个东西，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呢？还有啊，那天在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让我更加的怀疑。正所谓啊，饼皮薄，人情厚。饼皮薄人情厚，是我们喜记祖传下来一直秉持的意念。只有我们家人知道，我从来没跟他说过，他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对哦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再加上那天我们3个去疗养院看爸的时候，他照顾爸的样子，好像照顾自己亲生爸爸一样。而且爸一看到他一直叫阿爸阿爸，会不会是毛毛的样子长得像阿公，爸才会这样叫他的？就因为这几点，我才偷偷拿阿爸跟他的头发去做检验。可是他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？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们确实是父子关系。原来是真的。那你妈呢？我妈是中国潮汕人，她已经过世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难怪20多年前爸常到中国去探亲。而且老爸每个月都寄钱回去中国的，原来是在养小老婆跟私生子。可是他为什么姓毛不姓连啊？很多私生子呢都是跟妈妈姓的，你妈妈一定是姓毛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啊，我记得了，之前你一直说你是我们的阿公，其实你是想暗示我们，你跟我们的阿公长得很像，其实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直接说嘛，干嘛绕一个大圈子呢？哎，当时无凭无据，你们怎么可能会相信呢？所谓血浓于水，亲人终归是亲人，就算不说，还是被你们发现。说的没错，我想应该是冥冥中注定，我们3兄弟今天相认了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不如这样子，从今天开始跟我们一起住。啊？你愿意让我住在连家？为什么不愿意啊？就一起住吧哈。可是我们的房间好像没那么多啊。没有关系啊，是我房间啊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睡在一起，你不介意吧？我当然不介意哦，太开心了。太好了，毛毛弟弟。对，大哥。3、OK。哎呀，真的是祖先保佑啊！一定要给祖先上根香的，来啊，来。大姐啊，上香当然就免了。要啦，对祖先的尊重嘛，啊，来。连家的祖先不也包括我吗？我岂不是在拜自己？没关系，反正牌位里还有其他的历代祖先。给祖先上香，来。谢谢祖先保佑，谢谢祖先保佑啊！哎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既然你现在是我们弟弟，我觉得你应该把名字给改掉。改掉？对呀，那你看，我叫大喜、双喜，不如你就叫三喜。我看叫多喜吧，他是突然间多出来的弟弟啊。你好，是吗？还不如叫惊喜，反正他的出现已经让我们又惊又喜了。毛毛这个名字是我先母给的，我不想改。说的也是有道理。
毛毛也是很好了哈，好，就叫毛毛了哈。毛毛弟弟，对。哎呀，那2张床你选1张吧。没关系啊，随便。这些是双喜给你的衣服啊，太旧了，明天我叫他带你去买新的。没关系啦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就当这里是自己家，以后我们3兄弟为喜剧打拼。你会这样想，我就感到欣慰了。我会把做饼的功夫传授给你，你要好好的学啊。我有信心，喜剧可以像以前一样兴旺起来。你说话老气横秋的。这可是我的肺腑之言呐。好了，总之呢， Uncle Harry， 你又来我们家啦？哎，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叫 Uncle Harry， 他是你的小叔，叫小叔。小叔，你怎么突然变成我小叔？哎，一言难尽啊，早一天再跟你说个清楚啊。为什么现在不能说？不要问那么多，快点叫小叔。好，我可以继续叫 Uncle Harry 吗？我已经叫惯了。没关系啦，反正他叫什么都是错的。我是说他叫什么都不错，随便他吧。好了，我去店里了啊。Uncle Harry， 你说你是我的 great grandfather， 为什么现在又变成我的小叔？你先告诉我，什么叫做那个 DNA 啊？你连这个也不懂啊？DNA 是一种我们身体里的东西，那种东西爸爸妈妈会传给孩子，让孩子长得像爸爸妈妈。哦，那就是说，把父亲跟儿子的那个 DNA 放在一起，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关系啊。就是这样了。哇，没想到现在的科技啊，日新月异，连这个也查得到啊。哎，那 DNA 可以查到谁是父亲，谁是孩子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我的 great grandfather 还是我的小叔？我当然是你的曾祖父，是你的大伯，还有你父亲自作聪明，拿了我和你阿公的那个 DNA 去验，查到我们是父子关系。哦，因为你比阿公年轻，所以他们以为你是阿公的孩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要是我坚持我的身份，他们一定会以为我是疯子啊！我就不能留在连家了。为了看着连家的子孙，我只有委屈一点，将计就计。不要难过，你还有我这个 great granddaughter， 我知道你是我的 great grandfather 就可以了。Give me a five。怎么？还有你连这个也不懂。我都说那个毛毛不简单了，你就是不信我。爹啊，还是你够细心，一早就发现了他有事隐瞒我们。他隐瞒身份一定有什么目的，我觉得他是来争家产的。如果是要争家产的话，应该早一点表明身份嘛。他瞒着我们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谁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阴谋啊？还是提防点好。可是毛毛这个人老老实实的，又肯为喜剧卖力，一点心机也没有啊。老实的人是你和大哥，他在装傻。说不定他早有计划，要一步一步的把喜剧占为己有。你呀，连续剧看太多了吧？你们才认识多久？你很了解他吗 ？DNA 能证实他是你们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但能证实他是好人吗？可是毛毛为人怎么样，大家都看得到啊。你就是太容易相信人了。你们爸爸他们母子俩就在中国那么久，对他们很不公平的，可能他怀恨在心来报复。不可能吧？要是想要报复的话，那一次喜剧有危机的时候，他大可以不理啊。可是他反而帮喜剧度过了难关啊。你没听过放长线钓大鱼吗？他先得到你们信任，然后再暗中谋夺家产，把喜剧吞掉。你们两个还傻傻的让他住进来，根本就是引狼入室。那现在不认也认了，难道把他赶出去啊？不如我们暗中查他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那写什么啊？写一张卡送给朋友，什么朋友啊？女朋友啊？说了你也不知道是谁。心里是不是还放不下小璇啊？啊，不说啊。
早点睡啊，晚安。晚安。亲爱的小璇，漫天彩霞，我又守着红彤彤的落日，想着你。你是那么遥不可及，却又紧锁我心，就像天边内幕云彩，让我欢愉，让我心跳，让我忘了自己。若说没奇缘，为何偏又遇着你？万水千山的心情，岂是片言只语能道尽？一个仰慕你的人，我想说，听我说，却说不出口。你事态严重。说是谁在推错人，用泪水把笑容淹没。哎，小璇毛毛，你来修指甲？啊，不是，欠债还钱，我是来还你25元的，你数一数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。还有事情吗？小璇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呢？现在有啊。我们能不能一起吃个午餐呢？我们呐、是啊，是啊。好啊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突然约我出来吃午餐你认识大喜多久了？5、6年啦。美甲店一开张，我在那边工作，就认识大喜了。那你觉得他的为人如何呢？他人很好啊，有责任感，有孝心，又喜欢帮助人。所以你对他有好感？他是很难得的好男人呢。那如果大喜向你表白的话，你会接受吗？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奇怪的问题啊？我知道我很唐突，但是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的，你回答我就是了。我跟他只是好朋友，没有什么的。真的没什么？那我就放心了。终于弄清楚了，以后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嗨，你还好吗？很好啊。我太太。我们还有点事，我们先走。拜拜。小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小璇不在，他去吃饭了。大概几点回来？他没有说哎。你有什么事要找他吗？需不需要我帮你传话？没关系，你忙你的。小璇啊，你怎么了？刚才看到那个男子之后呢，你就显得闷闷不乐。那个男的到底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那个男的欺负你？
歉，你的肩膀都湿了。没关系，男人的肩膀本来就是让女人靠的。你还没告诉我，刚才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啊？他是我以前的男朋友，我跟他交往了2年，我以为他很爱我，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直背着我，还在跟另外一个女人交往。最讽刺的是，我知道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谈婚论嫁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真的是太卑鄙了！他还算是男人吗？怎么可以欺骗一个弱女子呢？是我自己笨，是我太相信他了。不是你的错，这是他的错。这种负心汉，不值得你为他伤心难过。我不会再为他伤心了，不值得。也许老天爷就是知道他不是对的人，所以才安排这一切发生。我也相信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。你能这样想就好了，只要你多加留意，必定会发现身边有个真正珍惜你的对象。大喜，哎，大喜，哇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猪油放在面粉的中间，然后再往中间搅拌均匀，那你怎么都忘了呢？我帮你做吧。做饼呢，最忌浮躁，不管有什么心烦的事，都不能影响做饼的心情，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顾客。你刚才去了哪里啊？我约了小璇吃午餐。你们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啊？一开始我们就很谈得来，他人随和友善，跟他在一起啊，让人如沐春风。你之前不是说他水性杨花，现在不嫌弃人家了？是我看错他了。问题不是完全就在于他，他遇人不淑，跟他相处久了之后，发现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。怎么说你喜欢上她？我们确实很有缘。2个人在世上能有这般的缘分是不可多得的。我告诉你，小璇是一个好女孩子，你最好对她好一点，不要辜负人家。我上洗手间。祖先保佑！祖先保佑！什么事让你那么开心，一直笑眯眯的？我发现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原来幸福一直都在我身边。小璇，亲爱的小璇，漫天彩霞，我又守着红彤彤的落日，想着你，一个仰慕你的人。刚才有没有人来找过我？有啊，喜记的大老板。大喜，这条手链是不是你送的啊？啊，不是，我带毛毛送给你的。毛毛，我刚和他在一起，为什么他不自己送，要你送？他说他不好意思嘛。是吗？只有你知道我喜欢这条手链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说他不知道送什么东西给你，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喜欢这条手链，我不想他心烦嘛。难怪那天他问我什么时候生日。哎，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好？他这么私人的事情也找你帮忙？其实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的，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他是你弟弟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你们呢？都不相信他，他一直帮你们的忙，他人真好。你好像很喜欢他哦。我是觉得他的人不错，但真奇怪，这么 man 的一个人，怎么不敢向女生告白呢？生日快乐！拍照。哎，刚才许了什么愿？我
不告诉你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希望早日碰到你那个 Mr. Right。今年跟以往有点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法呢？今年我希望一切顺利。你终于看清楚你那个朦胧的影子啦！哇！这么漂亮的手链，谁送的？朋友送的生日礼物。朋友，肯定是那个朦胧的影子。快说，谁是这个神秘的影子啊？毛毛，那个外星人，他有名字的。好啊，这个年轻人我挺喜欢的。哪里好？没礼貌没风度又大男人。你呀，你要好好想清楚啊！你呀，你对他有偏见呢。我觉得他人又好又 man， 又会照顾人。那是因为你太善良，很容易哄。我会好好去查他的身家背景，他家里有几个人，他的爸妈好不好相处，会不会像袁冰的妈一样。你到现在还不肯听袁冰的电话？其实，你不觉得这样放弃很可惜吗？大哥，今晚是你呢带 Alicia 去参加朋友的生日会，我们出去喝2杯，放松一下。你们自己去吧。不要那么扫兴啦，我难得自由身，就当做是陪我吧。哎呀，我真的没有心情，你们自己去吧。干嘛？失恋了？是不是向人家表白被拒绝了？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比赛，我连站在起点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淘汰了。没关系啦，没有了这场比赛，还有很多比赛可以参加的啊。算了，我看我这一辈子没有资格参加比赛。哎呀，大哥不用那么担心。那今晚呢，我带你到一个好地方，那里呢有很多阳光美少女，肯定可以让你成功出赛的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今晚呢打算带大哥出去开开眼界，认识一点美女，松懈一下精神。你都已经有家室的人了，还认识什么美女？我是陪大哥去的，大哥失恋了。你失恋了？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何患无妻呢？跟双喜出去走走，多认识一些朋友也好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你看，连毛毛都要去了。大哥，难得我们3兄弟可以一起出去玩，走啦，不用那么扫兴了。我是跟你们说啊，我去一下就回了。我怕你到时候啊玩得太开心，想拖你回你也不要回啊。今晚再跟你们会合了。好啊，那我们今晚见啦。我们几点出发？可是你穿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去夜店？哎，这样吧，我带你去 shopping 买几套像样的衣服。哇，现在的购物商场这么豪华，可以不要那么夸张吗？绝无夸张啊！以前的购物商场哪有这么豪华？就只有一间罗敏生是这样，只有洋人啊才有本身进去购物的。那是我们阿公年代的事啊。哎，你那时啊都还没有出世啊，怎么说的好像身临其境一样？双喜，谁在说话？理想再大也只是空话。亲情是不是退化？价值观念分叉，家庭和心理中有趣了呢？来，经理洗个脸吧，让你容光焕发，更容易知道女孩子的。大家都鼓励一下，一起找个解决的方法。在美丽新世界，我们一起计划，在未来展望最色彩的花。放下彼此隔膜，再随希望出发，共同努力，正能量激发。Come on， 你有你的能力展现，我有我的办法实践，大家一起配合就会雄霸天下。你把你的刻板改变，我把我的虚浮靠边，大家一起创立一个幸福家园。有 Jack， 祖先保佑。我知道是我不好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你妈知道我们今天见面吗？知道啊，她没有阻止我们见面。你不要责怪她。其实那天她很后悔那样对你，她这么专制是有原因的。你也知道，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意外去世了。
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变得特别没有安全感。老是觉得有一天我也会突然的离开他，所以他特别的在乎我，包括我交女朋友的事情。之前交了几个女生，都是因为他的干涉，都分手了。你为什么不一早告诉我这些事？我害怕你不能接受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妈，我更害怕因为我妈而失去你，所以我才没有安排你们见面。我本来打算说服他之后才介绍你们两个认识，怎么知道人算不如天算。不过我已经想过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我妈任意的摆布，我已经跟她表明了立场，不管她怎么反对，我都要坚持跟你在一起。她也答应了我，她会试着去了解你，接受你。只是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罢了。我们一起努力吧，帮你妈走出阴影。我们要一起向她证明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她不会失去一个儿子，只会多一个女儿。谢谢你，美人，真是善解人意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夜店啊。他们中邪啊？为何跳成这样？人家是在跳舞啊！你没有看过人家跳舞啊？这叫跳舞啊？这种地方不会有好女孩的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喂，是你说要来见识见识的，怎么一来就走？哎呀，坐下啦。嗨，连老板，今天想要喝什么啊？把我的纯酒拿出来吧。OK。这些女孩子穿成这么暴露，她可知道廉耻为何物吗？这样叫暴露啊？还有更暴露的，要不要看？你别胡来！你想在这里介绍嫂子给你大哥啊？这些女孩子怎么可能当廉家的媳妇？你怎么那么老土啊？真的是受不了你！哎，让我来吧。我们坐一会儿就走了啊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和好如初的感觉真好，以后我们不要吵架了，好吗？又不是我先开始吵的。把电话打开吧，不要因为怕你妈而错过了重要的电话。没关系，今晚呢，我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你。你不是说要看电影吗？想看什么戏？你做主吧。哎，我先上个洗手间。好。喂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关机，因为我在开会，我真的没有跟美人在一起，我发誓，自从上次之后，我们就没有联络了。OK， 回家我们再说好吗？我知道了。你为什么要骗你妈？你根本就是在说谎。你妈完全没有接受我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慢慢跟她说。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接受你的。她不可能接受我的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是你女朋友，她都不会接受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好的跟她说。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，跟我在一起，或者听你妈的话。你没办法做选择，我帮你做选择吧。我们分手。美人。双喜啊，赶快把大体抓回来。没事的，他只是在嗨。嗨？关嗨什么事啊？不是嗨，是嗨，兴奋的意思。
哎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嗨吧！我不要嗨，不要那样，我上小号。非礼勿动。对不起。走开啊！怎么又是你这个火星人啊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去到哪里都碰到你啊？我才倒霉啊！碰见你这个母夜叉。我不是母夜叉，我不是母夜叉。你还说你不是母夜叉？像你这么凶的女人啊，难怪连你的对象都受不了你啊！Shut up！ 喂，你别哭啊！你这样的话，别人以为我欺负你啊。夜色茫茫，照四周，天边星月如钩，回望时恍如梦，总寻梦今何处求？人隔千里。他不会像小梅一样想不开，跳河自尽吧？妈妈，哎，小璇，你这么早找我有事吗？美甲店这个月有促销，所有的顾客可以享有20%的折扣。哦欢迎你再来光顾。哎，为什么你只通知他没通知我啊？我可是你的老顾客哦。Sorry， 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。当然更欢迎你来，什么时候有空我帮你预约。好啊，我先招待顾客，等一下再跟你预约。妈妈，那你呢？什么时候有空过来，我帮你修。再看看吧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有空啊？你老板娘没在店里面监视你们吗？哦，她最近啊忙着了 Kella 分店开张的事，很多天没有过来了。所以这几天你没跟她接触，也没见到她。那我先忙我的事。哎，你还没有跟我约定修指甲的日期呢。饼店最近会比较忙，恐怕没时间啊。是吗？你们的店里不是都有休息日吗？很不巧啊，这个月的休息日我有事。你什么时候方便，给我个电话就可以了。哎，小璇啊，这个礼拜四吧，这个礼拜四我行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星期四见，拜拜。再见。哎，双喜，双喜，帮个忙，我想找个媒婆啊，应该在哪里找啊？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媒婆？有空的话上网提升一下自己吧。是吗？那现在的人怎么找对象的啊？干嘛你？去了一次夜店就想娶老婆啦？你别胡扯，我是想帮人找。真的要找的话呢，去婚姻介绍所。婚姻介绍所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不是吧？你连这个也不知道？婚姻介绍所呢，就好像以前的媒婆，只不过呢，现代的媒婆比以前的媒婆厉害多了。他们有一堆的人让你选，有男的、女的，有高的、矮的，有肥的、瘦的，有本地制造的，也有外国进口的，应有尽有。哇，这太好了！事不宜迟，马上帮我找。请坐。你先把资料填好，我们会根据你的择偶条件和要求帮你配对的。哎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看不懂英文，你可以帮我填吗？没问题。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连大喜，今年38。38，可是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哎。连大喜不是我，他是我的孙，他是我的兄长。那为什么他今天自己不来呢？他的为人比较腼腆内向，
这就是他。他的择偶条件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对方长得端庄娴熟，富不富裕是其次，最主要是家世一定要清白。第二，一定要是黄花闺女。什么是黄花闺女？黄花闺女就是有着清白之身，没有跟任何男子有过肌肤之亲的女子。好，我们尽量。还有，最后是最重要的是，这就是连大喜的八字，对方小姐的八字一定要跟连大喜相配才行。好，我们尽量。还好吧？你看起来很累。没事，可能昨晚没睡好吧？是因为忙做蛋糕分店的事啊。嗯。你呢？最近还好吗？还好。工作比较忙。别忙坏了，要记得休息。袁斌还好啊？你们还时常去见吗？我们分手了。为什么？性格不合啊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真是稀客。你好，来进来坐。你今天来的正好，我买了好吃的豆沙饼，啊，你有口福啦。好久没吃豆沙饼了。那吃多一点啊。好吃，这味道就跟我小时候吃的一样。这是喜记的啊，他们最近来了一个新的做饼师傅，做的饼啊很好吃的。那以后你想吃饼呢，就去喜记买，很方便的。美人的店啊就在附近，以后要看女儿啊，就不用再找借口了，一举两得。你今天来是不是为了美人和袁斌的事啊？是的，他们一直都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就会分手？听美人说，袁斌的妈妈占有欲很强，不能够接受儿子有女朋友，这就让美人感到委屈，感到很失望，就分手了。美人这孩子的自尊心很强的，虽然心里感到很痛，但是可以装作若无其事的。我觉得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美人身上，她一直很渴望你能跟她亲近一些。可惜你偏偏就忙在工作，钱是赚不完的，有什么比亲情还要重要呢？这位先生，你想买什么饼吗？请问这里什么饼最好吃？不是我老王卖瓜，我们喜记是老字号，有80年的历史。我们的饼皮薄馅厚，真材实料，不管哪一种饼都好吃的。你可以试试看，你满意再买。我听说这里来一个新的师傅，请问他在哪里？我就是。我还以为是个老师傅，原来年纪这么轻的，真难得年纪轻轻就有一手好手艺。你过奖啦。你的手艺这么好，跟谁学的？我是跟我阿爸学的。我阿爸做豆沙饼很好吃的，我们的豆沙饼一出炉，很快就卖光了。以前喜记也是这样的，我站得远远的就闻到一阵阵的饼香味了。以前的豆沙饼都是用火炭烘的，比起现在啊，味道好多了。可是现在人都不喜欢吃豆沙饼。是啊，现在年轻人注重健康，听说豆沙饼是用猪油做的，他们都不敢吃了。豆沙饼要用猪油做才好吃啊！其实不用怕的，吃过后喝一杯浓浓的中国茶，什么的油都解了。对对对，我爸爸也是这么说。以前我们做双拼啊，里头会放一块小小的肥猪肉，可是吃起来呢，一点都不油腻啊。我太太最喜欢吃这种豆沙饼。难得有人这么欣赏我们这种传统饼啊。年轻人跟你聊天真的很开心，就好像遇到老朋友一样。难得有人跟我聊起以前的事，我突然
感觉回到从前。你年纪轻轻就懂这么多，我真的希望你继续留在喜记，那我就时常可以吃到好吃的豆沙饼。好的。谢谢啊。哎，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你来啦。朋友送我一盒豆沙饼，拿过来给你们吃。谢谢。最近还忙吗？还好。没人，你不要请昂哥做，要昂哥罚站啊。啊，爸来坐。不了，我有事情忙着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不用，你忙你的，别把事情放在心上，好好的休息，累了就给自己放个假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昂哥，拜拜。人都走了还看，不知道的以为是你的情人呢。有人不得不吃豆沙饼喽，是这么津津有味。今天 Speed Dating 活动的规则很简单，在座的5位男士们将轮流换位，有机会分别跟5位女士进行5分钟的交谈，互相了解。活动过后，如果你们对彼此有意思，我们就会把你们的联络方式交给对方，让你们有更进一步的交往。你们现在可以开始了。本人是连大喜，今年38岁，家世清白，无不良嗜好。我是陆一凤，今年30，家里有爸爸妈妈2个妹妹，我是在银行做主管的。主管，那我们算是门当户对啊。不知道小姐您有没有曾经交往过的对象呢？我离过1次婚。可惜不是黄花闺女。Hi, I'm Louis. I'm an open book. Turn me one page at a time to unravel my story. 你不会讲华语吗？假红毛，忘本。我是一名 dancer。淡色。你的工作跟枪械有关啊？你是警察吗？是舞女。舞女。嗯。背景复杂，身世不清白，淘汰。嗨，你好，请问几位？2位。有活动啊，今天？是啊，红娘公司正在举办相亲活动。这边请。谢。你是一名护士，那你一定很有爱心啊。做护士一直都是我的理想。你有没有想过结婚后生几个孩子？我不喜欢小孩，没有打算生。不生如何延续香火呢？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没有人管这些了。你怎么可以如此大逆不道？所谓不孝有三啊，无后为大。明明可以生却不生，这是不负责任、对不起家、对不起国家的行为。毛毛，火星人。看时代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，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古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，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向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要个性，却不知什么代价。理想再大，也只是空话。亲情是不是退化？价值观念分叉，家庭核心比重又去了哪？又去了哪儿？彼此关心一下，大家都鼓励一下，一起找个解决的方法。在美丽新世界，我们一起计划，在未来展望最色彩的花。放下彼此隔膜，再随希望出发，共同努力，正能量激发。